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，把美食带进你的厨房。今天啊，咱用端午节剩的一些大枣来做一道没有任何添加，甚至连泡打粉都没有放的，只用鸡蛋、红枣、面粉、白糖做的一道红枣蛋糕。既有枣糕枣香的浓郁，内部又暄软，又有无水蛋糕焦焦的外皮。做好了之后啊，真的是全家抢着吃。首先咱们准备一点大枣，去掉枣核之后，大概150克到200克之间就够了啊。然后洗干净，再加水，把大枣煮到软烂，大约煮15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这一步很简单啊，就一带而过了。等到这个枣煮好了之后，需要把多余的水过滤一下，只取煮好的大枣250克。这一步啊一定要记好，是取煮好的大枣。之后啊，咱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就能用。但如果家里有5、6岁这种的小朋友，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，最好是用这种电动搅拌棒搅拌一下，可以把枣皮都打碎，这样小朋友和老人吃起来就更安全了。打成枣泥之后放凉了再用。那接下来呢，咱们做蛋糕之前啊，要把这个烤盘先刷上油，烤箱提前也把温度预热好。这种做梅花蛋糕的模具啊，如果是新买的，需要把它先清洗干净，放在烤箱里烘干，然后取一小碗油，可以用味道比较清淡的玉米油，加入1大勺面粉，把油调拌得更粘稠一些，然后刷在模具上，四周也都刷上，这样烤出来的蛋糕啊能更好的防粘。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用的啊。那如果是一点油也不想放，可以用烤蛋糕的那种盘子，里面垫上硅油纸，但烤起来的温度啊不是很好把控，时间也比较长。准备好了之后呢，咱就开始打蛋了啊。首先把刚才准备好的250克的枣泥加进去，然后再打入9个鸡蛋，每个鸡蛋大约60克，用室内常温的鸡蛋就行。一般做这种老蛋糕啊，8个鸡蛋就够了啊。但是咱们不放泡打粉，也不放蛋糕油，打发效果啊不是那么好，所以就多加了1个鸡蛋。最后再加入200克的白糖，就可以去打发了。那打蛋机呢，先开低速防止材料飞溅，然后转到高速持续打发就行了。虽然材料看上去并不多，但是打发好了之后啊，材料就变得满满一大桶了。所以用的打蛋器啊，容量至少也得在7升以上。那如果手持打蛋器做这种蛋糕啊，也能做，但是材料就只能用1/3的量来做了，而且啊还得持续打发20来分钟吧，手拿着也会有点累。不过大部分的机器啊，也就在20分钟左右。打蛋桶上都是有容量标识的，差不多就是打到7升的那个标识就可以了。打发好了之后啊，后面的步骤啊就要稍微快一点来操作了，因为咱没有放任何让鸡蛋变得更稳定的材料，全靠这一口气撑着。咱们在操作的时候啊，就不要打开这样看了。拍视频啊，只是为了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就是打到这种状态。打到这种状态之后呢，就转到低速，慢慢的加入350克的面粉，就是家里做包子、馒头最普通的那种面粉就行。加入面粉的时候啊，咱们用低速搅拌，防止面粉飞溅。加入完面粉之后啊，再转到中速，最多再搅拌上20-30秒钟。整体大概就是从加入面粉的时候开始算啊，到最后搅拌均匀，控制在1分钟以内就行。时间长了，这个材料容易消泡的。那如果是没搅拌均匀怎么办呢？可以用手动做蛋糕的刮刀啊，用抄底翻拌的方式简单搅拌一下。搅拌好了之后啊，咱们就立马装在袋子里，挤入模具。这个袋子啊，上期做泡芙的时候也用了啊。如果家里经常做这种蛋糕之类的，可以买一个这样的啊，比一次性的要好用一些。那如果加入面粉的时候失败了，就是这个材料泄气了，已经没有气泡了，就手动翻拌的时候啊，加入10克的泡打粉，可以多少挽救一下。虽然烤出来的口感不是太松软吧，但最起码还能吃啊，不会浪费。
咱快速的挤入模具之后啊，就立马放入烤箱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以8升的烤箱为例，是把烤箱上下都预热到20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5分钟左右。如果是想吃蛋糕底部有一点焦焦口感的，可以把下面的温度啊定到210度。不过啊，这里需要烤箱能上下独立控温的啊。那蛋糕烤好了之后啊，就直接倒在盘子里放凉，放在袋子里包起来就行了。那这道蛋糕呢，又暄软又没有任何添加啊，非常好吃的一道红枣蛋糕就做好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啊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